突破之后，多头部位应该平仓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比特币它在1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假突破。那这个假突破的距离呢，大概是1点多%，不到2%的幅度。那目前我持有一张比特币的多单，入场价呢，大约在$36,500左右。那是开了14颗比特币的仓位价值，然后是$50万的仓位。你可以发现呢，目前呢有着0.47颗比特币的收益。那折合成新台币的话，大概是56万左右。如果你也觉得交易，你也想尝试看看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或者是你质押500U一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的现金，一样都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交易。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呢，在1小时级别，它确实出现了一个1点多%的回落，确实，而且这是个2B，它确实是蛮看空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的呢是这2根 K 线，它确实是一个蛮看空的信号。但是，好，我们一样，我们看整个盘面呢，我们应该从大，然后慢慢看到小，然后我们应该比较注重在比较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日线4小时。那如果是1小时15分钟的话，这么比较小的级别，它很有可能只是一段趋势里面的杂音。就好比说，如果我们从25000呢，即使我们在25000真的开了一张多单的话，那我们拿不拿得到现在呢，也是取决于我们看的周期够不够大。如果我们成天只看着15分钟、1小时这种小的级别的话呢，我们非常有可能是拿不住单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呢，这2根 K 线啊，那先说我们从26800到现在盘面这里呢，我们连续已经走了6根阳线了。那我认为这6根阳线呢，对于多头的强势没有什么好说明的，它就是非常强势。我们还在无疑的多头走势当中，一直收的都是阳线连我们现在在调整我们收的周线呢，它也是阳线。那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这2根周线紧挨着的这2根，它都收了比较长的下影线，那就代表说盘面它其实有想回调，但是回调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有遇到有人想买入的，是有需求的，把盘面给支撑起来的。这个是我们从周线上面可以得到的讯息。那其实从日线上来看呢，就并不是这么好了，因为其实从日线呢，我们这里的突破突破38000，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它必须是一个非常强势、很强劲而且快速的突破，也就是突破了38000之后呢，我们应该立刻的看到，比如说4万、41000这种很强劲、很快速的。当然，你看到39000多，这个其实也没问题，但是它必须直接出现一大根阳线，就好比我们前面这种上涨。那有这种上涨呢，我们才能说明我们这里的上涨它是并没有衰弱的，那我们 MACD 也不会产生背离的。尤其我们已经产生了一重背离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我们这里的突破又不够强势，产生了双重的背离的话，那对我们后续的盘面呢就会非常非常的看空，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是还有机会的。那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产生很大根、很快速的这种上涨，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非常危险。那其实从日线上来看呢，我们对前面38000它确实是做了一个假突破。我们在这里，我认为这里区间呢非常的明显。那我们从上到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根上影线的长度，大概是2%左右。那其实2%呢，我认为这个假突破2%是还好的。如果说是更大的话，那就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把图表往前看一下其实我们前面的顶部它确实也都是假突破所形成的。那我们在前面呢走的这个假突破，它是走几趴呢？大概是5%左右，4-5%左右。那我们在更前面的这个假突破呢，它走的比例就比较大了。它从最高点呢，一直到它假突破确认的地方大概是6-7%左右。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日线上的这个假突破呢，它还不算是太大了。但如果呢，它接下来这个假突破之后呢，它就再也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前面的这个高点了，也就是38500左右，38450左右，38450左右。如果一直都不能突破，而且我们后面呢又持续的走这种阴线下跌的话，那我认为就会非常非常的有风险。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种风险它有没有在我们后来的行情里面出现。那从4小时来看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到了震荡的末端了。我们之前有谈到过，38000它确实是一个阻力。那这个小的假突破呢，我认为还好。但如果说是一大根，那就绝对不行。以目前的这个大小来看，我认为是还好的，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上涨的话呢，慢慢的往上涨，其实也是可以的，慢慢的也是可以的。
它不一定要立刻一大根这样爆上去，但是它必须持续的往上涨。它在还没有涨到位的时候呢，不能产生这种大的回调啊，确实是不能。那我认为这样子小小的 K 线呢是还好的，还可以接受的，还勉强可以接受，它还不是太大的一个假突破。但如果我们出现的这种假突破呢，它是一根很大的上去，然后又一根很大的下来，哇，那这就绝对不行，这种就绝对不行啊。比如说我们已经到了这种39500，然后我们再立刻回到38000以下，那这就会非常的有风险。好，那你又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产生了一个上升三角，那前面出现了2次假突破，这个没问题，我不认为它跌破。其实我们离这个形态的终端呢，它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不到10天了，大概是7、8天左右要走。所以换而言之呢，我们会在下周我们就会看到答案，了。什么的答案呢？它最终会往上破还是往下破？那其实我们从波浪理论呢，我们可以画出这2种上破或下破，它的结局是怎么样啊？我们用波浪把它给画出来。其实如果我们走这种比较多头的角度呢，那我们就会走一个三角调整嘛，走三角调整。走完三角调整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接着五浪啊，直接往上攻了，直接不多说，直接暴涨。那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可能落在这个路径当中的，但还有第二种啊，第二种就比较可怕，就是我们会跌破这整个调整的下边界。那如果跌破的话呢，我们就会走出我们画的细一点啊，WXY， 然后我们再走一个 WSY。之前我们谈到过，它无论如何呢，都一定会来破一个新高 WSY。然后呢，我们再走一个五浪的这种下跌。那这就会比较不好了，等一下哦，不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WXYXY， 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这次假突破是失败，并且最终下破的话，那上破下破呢，其实就是决定我们路径啊最重要的关键啊。所以如果说这个形态被下破的话，绝对对于多头来说不是好事，它会回落到比较深的位置哦。对于多单来说不是好事。但对于现货来说呢，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我们就有好的价位可以抄底了。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最后会怎么走。我认为这个形态呢，上破下破是最为关键的。那我也不认为这次假突破呢，它就抹灭了我们比特币走三角调整浪，最后就直接上攻的这种走法。我认为这个没有失效啊，不会因为这里的假突破就失效，因为这个假突破它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假突破。好，但是这样。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你可以使用下方的链接，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